叶灵和蓝天此时已经非常清楚，张亮的预知能力其实就是一种潜意识在作怪。在医学界呢，有着这种说法，很多人在大脑中保存着一些零散的片段，这些片段呢，可能是年幼的记忆，可能是凭空的幻想，虽然被我们遗忘了，但是在某些时候，他们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并且强迫我们把这些片段和其他的事情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错觉。那么，这位张亮能相信这一切吗？证据又在哪儿呢？说到小雪，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个人，于连海。于连海？哎，于连海谁啊？于连海是一名画家，事情要追溯到20年前了。于连海当时还算小有名气，他画风独特，画工精湛，但是他的画风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所以一直不被主流市场所接受。于连海为了养家糊口，开了一个美术班，教别人画画。当时张亮小的时候就是于连海的学生。是，我的美术启蒙老师的确是于老师。于连海有一个邻居，邻居家有个小女孩，叫做小雪。小雪小的时候也是于连海的学生，所以张亮和小雪经常一起去于连海家画画，所以他们小的时候就感情非常好。蓝记者，听你那么一说，我确实想起来，我小时候确实有那么一个叫做小雪的玩伴，可是那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不过才5、6岁，那时候事情都记不得了，她怎么会是我的梦中情人呢？再说，她叫小雪，又不叫欣婷。昨天我和叶玲去了你们家一趟，发现你小时候写了一本日记。我的愿望就是和心爱的欣婷结婚。大家看，这个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张亮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和欣婷结婚。另外一篇日记呢，画着李家旧别墅的样子。张亮，你就是凭这2样东西才断定眼前的这个欣婷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吧？是啊，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在没见过欣婷之前，我就能画出她家房子的全貌，那不是命中注定那是什么呀？并且我已经悄悄地调查过了，我画中的房子就是她家以前的房子，没错。所以呢，欣婷就是我的梦中情人，没错。欣婷，你看看，这个是你家以前的别墅吗？是。大家看，这个是李家在搬家之前在门口照的一张全家福，这个上面的房子跟张亮画中的房子是一样的。这怎么可能啊？这个张亮不是前2天才碰上我们家欣婷的吗？怎么可能他小时候就画出我叔他们家的房子呀？难道他有超能力，能预知过去和未来？超能力是不存在的，之所以张亮能在20年前画出你们家的样子，那是因为他在别人那里看到过你们家房子的样子。大家请看，画册上这个房子和他日记上的房子是不是一样？这日记上的画是模仿这个画册上的吧？没错，就是因为张亮看过这本画册，他照着这本画册画下了这个房子。是真的吗？我20年前照着别人的画册画出李家旧别墅的样子，那这画册是谁的？这本画册是于连海的。大家都很奇怪，于连海这个穷画家和李家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画出李家的房子呢？事实上，于连海和李家有着非比寻常的渊源。于连海生前曾经多次拜访过李家，所以他能画出李家的房子。同时，这也牵扯出另外一个事实。大家请看，于连海曾经画过一幅名为欣婷的女孩肖像。这个女孩不是我，我小时候不长这样。这个女孩当然不是你，这个女孩叫做小雪。小雪，这不是我姑娘吗？哎，我这就不明白了，我女儿叫小雪，这上怎么写的叫欣婷呢？我们在于连海的家里碰到了小雪的父亲，他亲口证实
这个小女孩就是小雪。大家请看，这幅名为《青梅竹马》的画像，这个上面的小女孩是不是和欣婷这个画像的小女孩是一个人？张亮，这个小男孩就是你吧？是我没错。那于老师画我和小雪，怎么印象中记不起来？这幅青梅竹马明显画的是小雪和张亮，这说明张亮和小雪小时候感情特别好。于连海喜欢给孩子们画画，他有一个习惯，每一个进入他学习班的孩子，他都要给他们画一幅画，并且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但是唯独画小雪的这幅画时，他以欣婷的名字命名，这是不是很奇怪呢？那这个叫于连海的画家和整件事有什么关系？于连海背后有一个大秘密。于连海20年前结过一次婚，后来他的妻子因病去世，之后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他这个女朋友后来爱上了一个富商，于是就和于连海分手了。这个富商叫做李文启。妈，您20年前跟于连海谈过恋爱？杨阿姨，是这样吧？那怎么了？谁没有过去啊？谁能保证这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我妈在嫁给我爸之前谈过恋爱，这有什么呀？这又不是犯罪。每个人在结婚以前有过几段感情，这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事儿。刚才我和叶玲把所有的线索都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20年前，杨阿姨和于连海谈恋爱，后来爱上了富商李文启，便和于连海分手，嫁给了李文启。就在同年的年底，生下了李欣婷。我妈爱上我爸，和前任分手，和我爸结婚，生下我，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不对，有什么不对？日期不对。欣婷，你今年20岁，你出生的日期是1993年12月份，那么也就是说，杨阿姨怀孕的时间应该是93年的2月份。可是你爸爸跟你妈妈结婚是4月份的事，也就是说，杨阿姨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怀孕了。你是你妈妈和于连海的女儿？不可能！我妈说我是早产，我妈在怀我的时候动了胎气，所以8个月就把我生下来了，是不是妈？是啊，我女儿是早产，有医院的证明和记录的。记录是可以伪造的。不过杨阿姨，这件事也不能怪你，你是在跟于连海分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怀有身孕的。于连海在知道你怀孕了之后，常常来拜访李家，很密切地关注着你肚子里边的孩子，以至于他买好了所有孩子的用品和玩具。蓝天，怎么了？于连海十分期待这个孩子的降临。人只有对自己的孩子才会这样。在孩子出生之前，杨玉茹就已经给他取好了名字，叫欣婷。于连海思女心切，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得到这个孩子，所以他就把这种思念转嫁到经常去他们家玩的小雪身上，以至于后来在给小雪画像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写下欣婷2字。没错，于连海一直喊小雪为欣婷，所以在张亮的模糊记忆中，这个欣婷就是小雪。怎么会这样？这只是你们的推测，你们没有证据，我不相信。我知道这个事实很沉重，但这就是事实。于连海去世了以后，他的美术班遭遇了一场大火，把所有的一切都烧得精光。后来他的家里也遭到了抢劫，但是很奇怪的是，盗贼并没有拿走他的贵重物品，而是把他所有的画都偷走了。我想这一切就是您指使的吧，杨阿姨？因为你知道于连海的画里边一定有你的信息，所以你才知道了这一切，想要销毁那些画。妈，你倒是说句话呀！这里边有一幅画能够说明一切。于连海所有的画都被偷走了，唯独留下了这本画册，把所有的事实都讲得很清楚。杨阿姨，这个人是您吧？我不相信，我一个字都不相信。如果你实在不相信的话，可以去做个亲子鉴定 ，DNA 是不会说谎的，他会告诉你你到底是不是李文琪的女儿。婶儿，这不是真的吧？
妈，事实就是这样，也正因为这个，才引起了这个惨剧。什么惨剧？正如张亮所说，张亮确实被人叫来李家的，他是看到水中的流言，才深夜来到李家找你。但是叫张亮来的人不是欣婷，而是杨阿姨。张亮偶遇欣婷之后，开始对欣婷狂轰滥炸式的追求，又是跟踪又是流言的。杨阿姨出于保护女儿，肯定会在暗中调查张亮的身世背景。但是杨阿姨惊奇地发现，张亮就是那个跟于连海学习画画的男孩，就是那个对杨阿姨不为人知的过去了如指掌的男孩。杨阿姨为防止事情败露，决定杀人灭口。杨玉茹为了引张亮上钩，可以说是费尽心思。她在张亮的鱼缸里面留言，这样子看上去就更像一个不可思议的预言。张亮就更对命中注定的女神深信不疑了。水里留言，谁有这能力啊？超能力吗？肯定不是我婶做的呀。这并不是什么超能力，我们在张亮的鱼缸里边检测出了少量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啊？杨玉茹利用的就是糯米纸，这种糯米纸我们在经常吃的糖葫芦上可以看到。他首先用油性的笔在糯米纸上写上字，再把糯米纸放到水中。糯米纸是水溶性的，它见到水就会融化，唯独留下的就是油性的排斥水的文字。是这样吗，杨阿姨？阿姨，原来是你把我引来的，你想杀我？杨阿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够！你们两个记者能不能别这么咄咄逼人啊？我婶曾经是做过错事，怎么了？她在水里留言又怎么了？凭几个字就说她杀人，荒天下之大谬。写字是不能杀人，可是我们在李欣婷的窗棱上发现了一排针孔。针孔？针孔又怎么了？这些针孔刚好可以插下一排细针。杨玉茹在得知张亮已经上钩以后，悄悄地在欣婷的窗棱上插下了一排细针，这样张亮第二天来的时候翻窗进入，肯定手会碰到细针，就会掉下去。如果张亮掉下去摔死了，那就一了百了；如果没有摔死，那也是入室强暴罪，判个几年是没问题。等张亮出来以后，没人会相信一个犯人的话，那么杨阿姨的秘密就这样隐藏下去了。可是很不巧，张亮很聪明，在身上系了根绳子，这样才免逃一劫，是这样吧，杨阿姨？我记得欣婷曾经说过，您给她端过一杯牛奶，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您应该是那个时候趁欣婷不注意，然后把她的窗户打开，再放上一排针，是这样吗？叶记者，樊记者，你们果然厉害。你承认了？你承认你对我蓄意谋杀？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一切都如你们所说。叶记者，樊记者，让警察抓我来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爸，不，你不是我爸。欣婷，欣婷，欣婷，别难过了。不要管我。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你觉得你的人生都被否定了，但是痛苦会随着时间而过去的。我好累，一直以来，我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压力。我一直以为，只要坚强，一切都会过去。
可是失去梦然，失去亲人的慈爱，真的特别痛苦。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了一样，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只是靠血缘关系来维系的。你和你的家人相处了20年，20年的感情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爸爸还有你的家人还都需要你。可是我想到，我妈居然处心积虑的去害别人，我想到我今后的人生要以这样的身世去面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人都在想，你妈妈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对付张亮？她是在隐藏自己的秘密，还是因为保护你？我想，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后者吧。我该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该来的总归要来，坦然接受，心里还会好过一些。纵然你妈妈有错，但她也是为了保护你。你妈妈对你的爱始终没变。是我害了我妈妈，是我拖累了她。哎，叶玲。啊，知道了。叶玲打电话来，说警察已经到了。你真的不打算见你妈妈了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说的是事实。你跟着回派出所办个手续，应该就没事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啊，对了，关于小雪，你们了解多少？我只知道小雪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她就留校当了老师。估计她现在应该有男朋友了吧？这个就要你自己去求证了。妈，婷婷，照顾好爸爸，照顾好自己。妈，我对不起您，是我拖累了您。妈，对不起，对不起。好了，该走了。妈，妈，妈。谁？李刚是在找那个保险箱吗？我爸在世的时候，我在书房没见过这个保险箱。那也就是说，
这个保险箱是李文起的，那这个保险箱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秘密？李康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欣婷，你怎么出来了？你还没睡啊？明天就要走了，莫名其妙的睡不着。你怎么样了？心情好点了吗？我想通了，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既然做了，就要勇于承受。何况比我惨的人大有人在，我已经算很幸福的了。在这么美的夜空下，个人的恩怨也会变得很渺小，所以我要珍惜当下。你能这么想，就会快乐很多。未来的路还很漫长，我能做到的就是快快乐乐的活下去。这样的话，才不会让那些真正关心我的人失望。对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可能我这么问不太合适。没关系，你问吧。你们以前在旧别墅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到这儿？10年前，我爸爸做生意失败，周转不灵，就把我家别墅卖掉了。后来我爸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想给我家买一个大房子，所以就把这儿给买下了。我听说这个别墅以前住过别人，你爸为什么要买一个2手别墅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无意中听我妈说，这个宅子的主人是我爸一个老朋友，后来这个老朋友去世了，可能是我爸比较念旧吧，几经周折就把这个房子给买了。哦，对了，上次我无意中听你说你大伯是投河自杀的，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大伯那会儿生意做得特别好，我们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自杀。后来法医鉴定说我大伯是抑郁症自杀，连我爸都不知道我大伯什么时候得了抑郁症。我怀疑我大伯是被别人逼死的。怎么说？我也只是怀疑。那时候我大伯在自杀前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天天喝酒。有一次他跟我爸在争吵，我听我爸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他们不可能一手遮天。我想我爸口中的他们应该就是我大伯的对手或者是仇人。那你大伯走了以后，你们家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儿？我大伯去世第2天，他们家就进了贼，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奇怪的是，什么贵重物品都没有丢。后来我爸就把我大伯的房子给卖了，我哥哥就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哦，原来是这样。你好像对我们家的事儿挺感兴趣。我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你。谢谢。挺晚的了，你回去睡吧。好梦。爸和李文泰同时出现在那个名单上，证明爸和李文泰的交情匪浅。已经可以肯定，李文泰是被人逼死的，这点跟我爸一样。之后，李文泰的家曾经被人翻过，爸离开以后，家里也被人翻过。难道逼死爸的凶手和逼死李文泰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到底是谁呢？爸，你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哎，奇怪，这走廊怎么会有光呢？
生什么事了？你们是不是也听到叫声了？好像是小慧的叫声。快去看看。小慧啊，你怎么了？小慧，怎么了？鬼，有鬼！你说什么呢？鬼，真的有鬼，就在1楼走廊，我看见了。啊？什么？吊在空中的吊死鬼，就在1楼走廊。不可能啊！我们从楼上下来，什么都没有看到。你是不是看恐怖片产生错觉了？从你喊到我们下来，前后不到半分钟，你是不是看错了啊？我真的看见了，我绝对没看错，我没骗你们。又出什么事儿了啊？大晚的吵吵闹闹的，让不让睡了？此事有蹊跷，咱们先进去吧。就是这儿，我看见那吊死鬼就吊在这儿。肯定是看错了，我们刚才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小慧，你胆子那么小，以后就少看点恐怖片儿。大半夜的不睡觉，折腾人吗？这不是？我真的看见了。哎呀，我要说什么你们才能相信我呢？小慧，你现在把你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大家讲一遍吧。刚才我在院子里跟我男朋友打电话，刚走到门口，就看到有一束光从窗户里透出来，走近一看，就看到1楼的走廊上有一个吊死鬼。小慧，如果这不是你的错觉，那会不会是什么幻影？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别的影子，然后误认为是吊死鬼的影子？不是幻觉，我真切看到的。哎呀，当时要是用手机拍下来就好了，我真的是亲眼所见。那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的话，我们听到你叫声就跑了下来，前前后后不到20秒，那个人是怎么消失的？对呀，人类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婷婷，我这么说你别不高兴。我听说你们家这宅子以前死过人，还不止一个呢。这是凶宅，我们住在这儿会不会有危险呀？你看，自从搬进来，你爸爸就中风瘫痪在床，你男朋友孟然飞机突然失事，你妈妈有，这是不祥之兆。小慧，你别自己吓唬自己，我们家的事儿跟这些没有关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不然我看见的这事儿怎么解释啊？20年前呀，我叔还住在旧别墅呢，那个时候坏骨头就已经生成了。作风有问题啊，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说，别什么罪名都推给鬼身上，鬼多冤啊！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呀？我妈已经为她做错的事付出了代价，你能不能嘴下积点德？行了，怎么又针锋相对上了？现在不是讨论问题吗？小慧，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来说。我家的事儿还是由我来说吧。我听说，这房子的第1任主人是上吊自杀的，就死在1楼的走廊。后来，这房子就搬进了第2任主人。第2任主人有一次在给1楼走廊换灯泡的时候，突然离奇触电身亡。第2任主人全家搬走了，就搬进了第3任主人。第3任主人搬进来没有多久，这房子就时不时的总是闹鬼。我听说，这房子第1任主人是被逼死的，冤魂不散，死不瞑目。所以，每搬进1任新的主人，他就会来冤魂索命。对呀，婷婷，你们家是这宅子的第4任主人，肯定也跑不了。我看咱们还是快搬走吧。小慧说的对，我看还是赶紧搬家吧。这宅子本来就不干净，结果又被不干净的人住了那么多年，就更不干净了。
再这么住下去啊，哼，我看早晚把自己也搞得不干不净。哥，李刚，你说话积点口德行不行？好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也许一觉醒来，太阳升起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了。但愿如此吧。婷婷，怎么这么晚才起啊？昨晚没睡好吗？还好吧。这宅子再不干净，好歹也是别墅啊，住着能不好能不舒服吗？不过你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吃完这顿饭，赶紧收拾你东西，去你于爸爸家住去啊！这是李家，你一个外人住着也别扭，是不是？李刚，你说话能不能积点口德啊？哥，我之所以叫你一声哥，不是因为咱们有没有血缘关系，而是我跟你20多年的感情。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妹妹，我心里都有你这个哥。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份让你很不痛快，但我爸现在还活着，认不认我这个女儿不是你说了算，离不离开这个家也不是你说了算。哎，你还真别这么说，我绝对有这资格。这是李家，我姓李，你姓于，你说有没有这个资格呀？对，你是姓李，可你是李文泰的儿子。李文泰的钱早已经被你败光了，你没有给李文启挣过1分钱。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个资格，那你也没有这个资格。臭丫头片子，你完全没把我放眼里啊！新婷说的没有错。李刚，你好歹是个男人，能不能拿点度量出来？啊，行啊，你们一个个的啊，都记得我。我再说一遍，这是李家，你们这没用的废物，该走就走，该滚就滚，这里不欢迎你们。我去照顾爸。真不用，我叔当时我们李家来照顾，你算哪根葱啊？用得着你照顾吗？哥，你是一点情面都不给我留吗？你当真不走？你不走不就为了我们李家的遗产吗？我没有。那你干嘛不走啊？婷婷，你怎么来啦？你这什么话呀？咱们留下来不就是要查出真相吗？难道我还待着不干活？我是说，你怎么没过去陪李欣婷啊？以后的路还长，他总要学会一个人去面对。这边的事情迟早会结束。你说我们走了以后，李刚会不会欺负李欣婷？这个不是咱们该担心的事儿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你对李欣婷没有？什么呀？没什么，赶快查吧。我这一路走来没发现什么线索。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难道真是刘小慧看错了？刘小慧就是在这个地儿看到的1楼走廊，由于角度问题，她只能看到一部分。如果刘小慧看的没有错的话，那就说明有人在搞鬼。这个搞鬼的人肯定要逃跑的，
当时你我还有欣婷，我们听见刘小慧的叫声，就马上跑下来了。短短30秒内，那个人怎么跑的？世界上没有鬼，那故弄玄虚做这一切的人，到底是什么目的？如果是有人在搞鬼的话，我觉得那个人肯定就在这间屋子里边。当时刘小慧在外边，你我欣婷，我们3个在一起。李文启卧病在床，那现在就只剩下李刚有嫌疑。可是咱们从楼上跑下来的时候没看到李刚，他是怎么在30秒以内把现场清理掉的？如果大家都排除了嫌疑，那会不会是刘小慧看错了？欣婷，出门啊？啊，我去看看我妈，那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们2位了。你放心去吧。哎，叶记者、蓝记者，你们找我啊？小慧，我们想重现一下昨天案发现场。你不是说你在走廊看见光了吗？你看见是什么样子的光？是烛光、手电筒，还是红外线之类的？好像是手电筒的光。那它是怎么呈现的呢？是横着还是竖着？好像是从下往上照的，所以那吊死鬼特别清楚。2位记者还有事儿吗？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上去了。这里待着太瘆人了。没什么事儿了，你先去忙吧。哎，行。这也没什么线索呀，没头绪。也许真的就是他看错了。不知道。刘小慧、吊死鬼、光束，到底有什么联系呢？我怎么不知不觉学起它来了？睡觉。李家出现吊死鬼，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爸，我去找了王叔，他说我们可以从国外请律师，再把专利给要回来。大晚上的不睡觉，一个人跑这儿来干嘛了？你怎么来了？我看你想的那么用功，想过来帮你分析分析呗。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啊。你想到了什么？自从我们来到李家，怪事就一桩接一桩。之前是孟然死而复生，后来又是接触了20多年前私生女的事情，现在又出来个吊死鬼，真是不消停。我总觉得吧，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我总觉得你不简单。你什么意思呀？蓝天，我一直都觉得你很神秘，尤其是来到李家以后，你变得更神秘了。我哪神秘了？我就是我呀，我是蓝天啊。你不想说就算了吧。回去吧，这太冷了。那儿怎么有光啊？蓝天，那不是……刘小慧原来说的是真的。走。没了？怎么回事啊？
刚明明就在这儿，怎么突然之间消失了？是啊，怎么回事？刚才那个吊死的人就在这儿。难道那个吊死的人自己下来了，跑了？不可能啊！我们从院子里到这儿不到10秒钟的时间，他怎么突然就消失了？走，去楼上看看。这都没有，会不会在3楼？3楼，3楼有间密室。密室？我觉得不可能在这个里边。既然是一间密室，那钥匙肯定在主人手里，一般人是进不来的。而且凶手也不会笨到把自己藏进去，然后等着大家来发现他。你说的对，应该是我太过于紧张了，应该不会在这里边。出什么事了？我们也看到了，吊死鬼，就像小慧说的那样。不可能吧？你们一个人是不是眼睛都有毛病啊？不可能的。如果是我一个人看到，可能是我眼花了。可是蓝天也看见了，这不可能是幻觉。是啊，你们也看到了，说明不是我的幻觉。等等，吊死鬼已经出现2次了，再出现第3次，一定会出事儿的。哎呦喂，我就说嘛，一群不干不净的人住在我家，一定会带来霉运的。要我说呀，你们这一群不相干的人，趁早赶紧走人。大家不要慌张，我觉得这一定是有人在故弄玄虚，我们一定会找出真相。这样吧，现在已经挺晚了，大家先回去休息吧。蓝天，你有什么事在瞒我？你说什么呢？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吗？来到李家你就奇奇怪怪的，来到这儿的第1天你就知道别墅的后边有树林，这不会是个巧合吧？就算是个巧合，你还知道李家有密室，而且第一时间带我准确无误地冲到密室呢，这不会也是个巧合吧？我之前问过你，但是你没说，现在我必须知道答案。你要还当我是个朋友，你就告诉我。好吧，就当我没问。那我走了。好吧，我告诉你，这里以前是我家。啊？世界上关于凶宅的传说呢，比比皆是。据说在日本东京的近郊就有一间凶宅，屋主人有一天突然狂性大发，砍死妻子，然后自杀，6岁的儿子也从此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因此，凶宅内是怨气冲天，每一位到访者都会离奇的毙命或者神秘失踪。而在这里呢，从蓝天的父亲自杀开始，这座别墅也开始出现了灵异事件。不过，蓝天知道凶宅鬼魂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父亲自杀的真相却已经离自己是越来越近了。这里以前是我家。啊？这里怎么会是你家啊？我爸爸去世以前，我们就住在这儿。我爸去世以后，我竭尽全力想要留住这个房子，可是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我无奈之下就把这房子卖了。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这么熟悉这里的地形。哎，那他们说什么？我知道我问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合适。你爸爸是怎么去世的？他们说宅子的第一任主人是上吊自杀的，难道？对不起啊。没事，我习惯了。那你爸爸是被人逼死的吗？他们说宅子的第一任主人是被人逼死的。对不起啊，我就是……没事，遇到疑问你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不会罢休的。没什么仇人，就是我爸在生意上遇到了点困难，无力偿还债主的债，一时想不开就……原来是这样，蓝天，真是难为你了。我们来到这儿工作，你又故地重游，把曾经经历过的痛苦又经历了一遍。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和私事儿我会分得很开。这个宅子里面一定有人在装神弄鬼，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那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这里居然是蓝天的家。原来在他身上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妈妈得病去世，爸爸上吊离去。不过，蓝天说他爸爸是一时想不开才自寻短见，明显是搪塞我。算了，他不想说，我也不能勉强啊。唉，这里果然是个多事之宅。爸，这个家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么多事，会跟你有关吗？你所隐瞒的秘密跟这个宅子有关吗？我在乱想什么？两件事前后相差了10几年，应该不会有什么关联。昨晚上我和叶琳看到的那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突然间就消失了，简直就像海市蜃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蓝天的往事，别墅历代主人的离奇经历，此时接连发生的闹鬼事件，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座鬼宅。那说到鬼宅，最有名的莫过于英国的诺福克郡艾尔沙姆附近的布利克林庄园。很多目击者都称啊，在夜晚能够看到庄园曾经的主人因为背叛国王而被砍头的安妮皇后，腋下呢夹着头颅，乘坐一辆由无头骑士驾驶的马车绕着它走动。但是虽然目击者人数众多，却没有任何的影像资料和证据能够证明它的真实性，鬼魂之说也只是传闻而已。但是呢，在李家的别墅，这惊悚的一幕难道真真实实的上演了吗？把大家叫过来，就是为了讨论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真没想到我们家出了这么多诡异的事儿。其实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鬼怪之说，可是连续2天出现的吊死鬼，会不会是……你这干嘛呀？都这么看着我？哥，之前梦然复活是你一手搞出来的，那么这次的事件会不会也是你一手导演出来的恶作剧呢？我告诉你，李欣婷，你别血口喷人。你都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了，一个外人，我犯得着跟你这儿浪费时间，给你恶作剧吗？李刚，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好不好？李老爷子都还没发话呢，欣婷就能继续住在这儿。你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给彼此留点余地好不好？如果是人为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凶手在你们2位记者跑进来的时候清理了现场。我们也想过有这个可能，可是我跟叶玲从院子里跑到走廊，也就10秒的时间，凶手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现场清理掉，然后再逃走？这样完全不可以想象啊！
之后我跟叶玲一路追踪到楼上，也没有任何发现。那也就是说，凶手必须把他自己还有那个吊着的东西一起变成空气，这样才有可能逃走。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呀？这肯定是鬼呀！只有鬼才能在瞬间消失，只有鬼才能穿墙而走。难道咱们这宅子真被鬼给缠上了？那是第一任主人的冤魂出来作祟？无稽之谈！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别在这蛊惑人心！你冲我嚷嚷干嘛呀？大家也是发表自己的看法呀。哦，你找不着真相就冲我嚷嚷。我看你也就这点本事了呗。有本事你把真相找出来呀，要不然你把第一任主人的冤魂逮着啊。李哥，我告诉你，头一任主人光明磊落，就算他死的冤枉，就算有鬼魂，他也不会殃及无辜的人。你这么诋毁一个死去的人，你不怕遭报应吗？说什么？你敢咒我？你们要干嘛呀？打架呀？这个宅子里边是非已经够多了，不要再添乱了好吗？你是来工作的，能不能注意一下身份？身份？什么调查？一个小小的记者气焰这么嚣张，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哎，蓝记者，好了，不要管他了，他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李刚，我为蓝天刚才的态度跟你道歉，不过我也提醒你，你说话注意分寸。现在蓝天不在，我们还是要继续分析的。虽然说凶手不可能在短短几秒钟之内消失，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鬼。这个宅子里边现在住着5个人，也就是说，这5个人的嫌疑最大。你什么意思啊？合着还是怀疑我们是吗？当然，也有是外人做的可能性，所以大家现在都说出当时的不在场证明，来排除自己的嫌疑。我记得当时见鬼的时间是9点20左右。虽然凶手在短短几秒钟之内消失了，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要布置现场，所以我估算了一下时间，大概布置现场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说一下，9点到9点半之间分别在做什么？还说什么呀？那肯定是冤魂索命啊！这个宅子的第一任主人是冤死的，他这是在举行仪式，已经出现2次了，第3次恐怕就有人遭难了。你怎么会这么确定？难道你之前经历过，还是你就确定是有人布置好的？啊，叶记者，我怎么听不懂您是什么意思呀？我这不是害怕吗？这2天大家都被吓着了。要说不在场证明，那大家都说清楚好了。我先说吧。我昨天晚上9点到9点半在3楼拖地，因为每天晚上9点之后，我都要把地面重新打蜡，这样第2天大家才能在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里。我拖到一半，欣婷叫我去帮忙。小慧，你帮我把我爸抬到床上。啊，行。我和婷婷那段时间在姥爷房里，我们能为彼此做证明。是的，我要把我爸从轮椅弄到床上，但是我一个人力气不够，所以就找小慧来帮忙。我们接下来就是给我爸爸换洗床单，给我爸爸擦身子，前后大概用了20分钟左右。我出来之后呢，就接着打扫卫生，然后就听到了你跟蓝记者的声音，我跟婷婷就冲下了楼。那你呢？你当时在干嘛？我当时干嘛呢？我当时好像是在房间里。也就是说，没人能证明了。叶一哥，我怎么感觉你老是针对我呀？我真没干坏事儿。你看，想起来了，
对，我当时在打电话。你看，这是通话记录。当时我真的在打电话，从晚上9:08打了半个多小时，到9点半，这要排除嫌疑了吧？是的，当时李大哥在打电话，我打扫到他房间门口，听到他好像在听音乐。我被欣婷叫过去时，李大哥在打电话。等到后来从老爷房间里出来时，李大哥还在打电话。然后就听到了叶记者和蓝记者的声音，我们就一起上楼去了。你看，我现在有证人了，我清白了吧？那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排除了嫌疑。好了，大家忙各自的去吧。还在生气啊？别生气啦，李刚这个人说话口无遮拦，而且他又不知道你爸爸，不知者不怪。我没生他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呢。你生你自己的气？为什么？算了，他们几个怎么说？他们不在场的证明合理吗？他们3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合理。可是正是这样，他们3个才都有可疑。会不会真的是外人所为？不管是外人也好，还是这个宅子的人也好，只要搞清楚瞬间消失的谜团，一切就能迎刃而解了。哎，你说会不会是李文琪以前在商界混了那么久，跟什么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报复？不会。李文琪几年前就已经瘫痪了，如果真的有仇人报复的话，他们早就动手了。再说了，如今李文琪早就没什么威胁了，如果真的有什么仇恨，也早就消除了。那会不会是李欣婷或者李刚的仇人？李欣婷个性温婉，不应该啊。如果真的有人报复，那应该是李刚的仇人。你怎么这么确定啊？你不是也刚认识李欣婷，搞得你很了解她。李欣婷本来就不会啊，她一看就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哼！喂，你怎么了？凶手在制造了一系列的恐吓手段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离开。这个窗户就是离走道最近的窗户。就算凶手不是从这个窗户逃跑的，那他总该逃出来吧。所以我想，这个宅子的四周应该有什么线索。那还不快找？刚才我已经找过了，没有任何发现。不管凶手是用什么手法，我想只要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他的手法和他的真面目就会不攻自破。李家肯定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对凶手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会不会是李家的某一处藏着一座宝藏？凶手知道李家有宝藏，所以就搞出了这么一出来得到宝藏。你是不是认为所有匪夷所思的事件背后都有一个秘密宝藏？对啊。不是，你脑子里成天想什么呢？如果李家真的有宝藏，那这个凶手知道这个宝藏，那他为什么不想办法去挖？弄这么一出浪费时间，他干嘛呀？也对哈，而且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就算是鬼吧，他来来回回这么多回，也应该留下点什么蛛丝马迹的，什么都没有。这2次鬼魅事件都是发生在宅子里，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也应该在宅子里。走，回去吧。欣婷，我来。
静婷，这种事你怎么不找人帮忙啊？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做得来？小慧做饭呢，她每天都要照顾这么多人，很辛苦。我哥他也要忙自己的事儿。这不是还有我和叶玲吗？对啊，这种事儿你可以找我们帮忙的。我爸每天这个时候要去书房看书。走，爸爸，咱们去书房看书啊！哎，我来。我爸喜欢听古典音乐和看书。别看我爸行动不便，但是他每天要保持阅读纸质书量50页以上。我本来想给他看电子书，可以自动翻页，可是我爸还是喜欢纸质书的那种质感。李叔不能动，他怎么翻书呢？他总不能每看一页都让你过来帮忙翻一页吧？虽然我爸行动不便，但是轻微的翻书能力还是有的。可是我还是很好奇，李叔叔现在这个样子，他是如何看书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想看什么，明天想看什么？我之前想了一个办法，哦，我演示给你们看。您今天想看什么书？哦，小说类。T O M 汤姆。爸，您是想看汤姆叔叔的小屋吧？我去给您拿。爸，这就是您想看的书。这个办法也太厉害了！欣婷居然想到这个办法，看来她对她爸爸真的是真心真意的。毕竟做了20年的父女嘛，不能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就否认彼此之间的感情吧。先不说这个了，分析一下案情吧。分析来分析去，目前来说，这里所有的人都排除了嫌疑。那不是宅子里边的人，就是外人了。外人进到宅子里边，可能会不留下痕迹吗？这个凶手简直是来无影去无踪，谁会那么厉害？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而引起凶手制造出这鬼魅吓人事件。到底是为什么呢？那现在就是已经确定凶手是外人了。不然再去问问李欣婷，看看李家有没有跟人结下过梁子。我觉得事出皆有因，凶手也不至于无理取闹吧。还是你去问吧。还是你去问吧，只有你去，李欣婷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我。谁呀？谁呀？是你啊？你在忙啊？那我有没有打扰到你？没有，你找我有事儿啊？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李叔纵横商场这么多年，是不是和竞争对手有什么积怨？这起鬼魅事件是不是突发事件？你们家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爸为人很低调，对别人又都特别友善，所以别人对他也很尊重。前几年我爸一直有病，在国外治病，我也在国外上学。后来我爸的病一直不见好，去年初我妈才把我爸接回国静养。去年初之前的几年，
我家一直没有人，就算是有人想报复，也没有机会。哦，那在李叔叔回国之后，你没回国之前这段时间，你们家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应该没有，我妈没跟我说过。如果有的话，我妈肯定会告诉我。哦，我知道了。这件事儿，你怎么看？目前还都说不好，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还你们家一个安宁。我相信你。哦，这个送给你。这个我怎么好意思要呢？你就拿着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个是什么？哦，没什么，一张破纸而已。哦，那你忙吧，谢谢。拜拜。大冷天的跑这儿来干什么啦？低温能使人头脑清醒。问李欣婷问出什么来了？不对呀，他们家没仇人，凶手为什么要来闹这一出？你想说什么？这个凶手总给人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我总觉得吧，这个凶手就在咱们身边。如果凶手就在我们身边的话，那我们都没有察觉，说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哪儿弄的？这个，欣婷送的呀。哼，原来是我们李大小姐送的呀，怪不得的。蓝天，我一直以为你是真相的守护者，凡事以调查真相为前提，没想到你这么风流。不过你的私事我无权过问，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你要是因为儿女私情而影响了工作，我可不饶你。不是你干什么呀？莫名其妙的，咱们还没分析完呢。又出现了，是李叔叔房间。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行，那今天就做这些菜吧。好的。楼上又出现鬼了，在李叔叔房间。爸，爸。反锁了。李叔房间钥匙呢？在我妈房间里。快去拿。哦，好。我说你们这是闹哪出啊？又有吊死鬼了，在老爷房里。消失了，尸体和光束都消失了。不可能的，我明明亲眼看到的，我1秒钟都没停的跑了上来，门和窗都是锁着的，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是啊，怎么可能呢？凶手是怎么办到的呢？是鬼，一定是鬼！你们都吃饱了撑着吧，老说看见吊死鬼，我在屋怎么什么都没听到？居然在眼皮子底下，在一个密室里面消失了，太不可思议了吧！鬼，一定是鬼！小慧，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好不好？鬼，就是鬼！啊，爸，你爸不就在书房里呢吗？爸，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了。
看李叔叔的样子，他是不是看到了什么呀？爸，你别激动，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你看我叔这样，不能说又不能写，即便看见什么也无济于事啊。对了，邢婷，用你的方法问问李叔叔到底看见了什么。哦，好。你们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我叔一个病人能知道什么呀？我看刚才咱们这一折腾，一定把我叔给惊着了。我看呀，咱们也别折腾了，我叔也该吃药该休息了，走吧走吧。叶记者，蓝记者，你们刚才是不是看错了？刚才在我叔那屋咱们可什么都没看到啊。我知道你们是一番好意，想帮我们查出真相，可现在我叔的健康才最重要啊！用那个什么那方法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对，恐怕到明天早上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到时候还不把我叔给累坏了。我哥说的有道理，我那个方法问我爸书籍的名称可以问出来，可是要问其他事儿应该问不出来。我们刚才跑过来的时候，这屋的门是关着的，我爸肯定看不到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既然这样，那就不麻烦李叔了。那我送我爸回房间。等等，邢婷，案发现场恐怕不能破坏。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总之我跟蓝天是在李叔叔的房间看到了鬼魅。邢婷，今天晚上不然就让李叔叔去别的房间睡吧。我去收拾客房。哎，你看，这里有被磨损的痕迹。我想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凶手利用的应该是铁丝跟夹子。凶手首先把铁丝的一端缠在一个夹子上，然后再把这个夹子固定在把手上，然后再顺着上面的气窗把铁丝的另一端抛了出去。他应该是利用我们撞门的时间，把他所有的作案工具顺着窗户丢了出去，自己也出去了，从外边把窗户带上，然后再顺着铁丝轻轻拉扯，这样窗户就锁住了。然后他再用力一拉，夹子就会脱落，他就可以收回铁丝跟夹子。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屋子里边就什么都没有，好像是一个密室。凶手就是故意制造一个密室，为自己脱身。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气窗口确实有被铁丝磨损的痕迹。凶手果然是个外人，我们内部人是没有条件做这一切的。真的是这样吗？我的推理哪里行不通吗？从推理角度上来说，你的推理行得通。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明显了吗？什么意思？就好像凶手是在故意向咱们炫耀他的作案手段，故意做这一切让咱们看似的。我不相信费尽心机作案的凶手会用这么简单的手法。那他为什么要留下痕迹？这个很简单，他故意把痕迹制造的这么明显，就是想让咱们推理出凶手是外人。那你的意思是，凶手是内部人，是宅子里边的人？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外。可是不可能啊！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是啊，这个凶手确实不简单，他好像在拼命地遮掩什么。我敢确定，在这个事件背后，一定还有咱们不知道的更为奇怪的事情存在。事情调查怎么样了？还在查。李叔怎么样了？他情绪好点没？我在书房放音乐给他听。哦，对了，客房已经收拾出来了。
我在我爸房间里喷了点空气清新剂，什么时候味道散了，我再把它推进去。我还是觉得是外人做的可能性比较大。饭都好啊，饭盒也不叫我。小慧，这可是你不对了啊，一点礼貌也没有，眼里根本没我这主人。我明明叫你了，是你没听见。你嘟囔什么呢？行了，快点水去吧，我渴了。谢谢。你先不用了，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吃点菜。你先给自个儿倒吧。嗯。凶手是外人？你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啊？因为凶手只有可能是两种人，一种是外人，一种就是我们内部人。所以现在我推测应该是外人做的。这还用你说呀？那肯定是外人啊！这儿就咱们这么几个人，咱们几个不可能是凶手吧？那肯定是外人啊！行，那你说啊？当然也不排除是内部人做的可能性。不过当时我们在李叔房间看到闹鬼以后，我跟蓝天第一时间冲进来，在1楼看到了欣婷跟小慧，我们4个人前后脚到了李叔房间门口。后来李刚出现了，我们打开门之后发现李叔房间什么都没有，我们5个人是一起进的房间，所以我们5个都排除了嫌疑，所以是外人。你这点推理啊，这是秃子头上的说的明摆的事儿，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说的还那么一本正经的。哎，你们这记者也太好当了。李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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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婷，欣婷。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趴在桌上？刚才咱们吃饭的时候，我看了时间是7点10分，现在是8点40，咱们昏迷了1个半小时。难道有人在我们吃的饭里面下了药？哪孙子敢给我下药？先不说这个了，咱们回屋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是啊，回去看看吧。哎，奇怪，门怎么开了？我记得吃饭之前我明明锁门了呀。哎呦，你个傻丫头，这外人给咱们下药，他能不进来吗？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还不快去检查检查丢没丢东西吧？叔呢？你叔哪儿去了？我爸去哪儿了？爸行动不便，他能去哪儿啊？先前我们在老爷房间看到鬼，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前2次看到鬼都是在走廊里，这次却是在老爷房间。现在老爷又失踪了，会不会被鬼抓走了？小慧，我都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跟鬼没有关系。上次叶记者说，我们家出的这些诡异的事儿都是外人所为，我爸肯定是被人绑架了。谁绑架了我爸？是啊，是谁把我叔抓走了？叶记者，蓝记者，你们俩怎么办事儿的？
自从你们来到我们家啊，我们家就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还有，你说他给我的真相呢？真相呢？你哪是吃干饭的？吃干饭的！我还告诉你，现在我叔失踪了，你们必须尽快给我个说法，否则我投诉你们。快走！爸的失踪和你有没有关系？你少跟我胡说八道啊！我知道，被查出是私生女之后，你心里不痛快，你巴不得我说不见或者死了，对吧？这是在遗产重新分配之前，你能分别更。你胡说！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要想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你敢说你对我们李家的大秘密不惦记不动心？你少跟我这装蒜！你要不是惦记我们李家的大秘密，你干嘛赖着不走啊？虚伪人！整个宅子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丢任何东西，唯独是李叔叔失踪了。凶手是在给我们下了药以后，等我们昏迷了，他绑走了李叔叔。窗户是锁着的，那么凶手带走李叔叔，只有可能是从门正大光明走出去的。凶手为什么要绑走李叔呢？这跟鬼魅事件又有什么关系啊？对呀。如果这两件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话，那么凶手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绑走李叔叔。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凶手是从外面进来的，然后把李叔带出去，竟然没留下任何痕迹。凶手真的是外人吗？你怀疑是内部人做的，可是当时我们在李叔叔的房间看到吊死鬼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跑了过来，所有人都在一起啊。有一个人不是跟大家一起出现的。你是说李刚？李刚确实比我们晚到，可是前后也不超过3、5分钟，他不可能用那么短的时间清理现场啊。再说了，当时我们被下药的时候，李刚他也昏迷了。如果凶手在咱们其中，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嫌疑。凶手给咱们下药的机会是……谢谢。您不用了，我有点不舒服，先吃点菜。你先给自个儿倒吧。饭菜是刘小慧做的，果汁也是刘小慧拿的，难道是……你嘀咕什么呢？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凶手为什么要绑走李叔叔？李叔叔身上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涉及到入室绑架，先报警吧。蓝记者，你说的没错，确实有人给你们下了药，是安眠药。不过，安眠药不是下在了饭菜里，也不是下在了果汁里，而是涂抹在了纸杯上。纸杯上？从剩下的7个纸杯里检查出了安眠药。凶手到底是谁？这个我们还在查，不过你放心，有蓝记者和叶记者在，早晚真相会水落石出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一打纸杯都被涂上安眠药了，不管我们抽中哪个都会昏迷。这个凶手真够狡猾。这打纸杯是前2天小慧从超市买的，但凶手是不可能在超市给纸杯涂上药，那只能是在李家。那这个凶手是什么时候下的手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当时鬼魅事件的凶手就是来无影去无踪，鬼魅事件凶手都还没有抓到，
李叔叔又失踪了，李家真是多事之秋。这2起事件的凶手真的没有联系吗？这个凶手真的是外人吗？心里要是难过，就发泄出来吧。我是不会哭的。这段时间我流了太多的眼泪，哭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显得我更加懦弱。从小我爸就教育我，说做人要坚强，该做的事一定要做下去，否则的话会遗憾一辈子。我一定会把我爸找回来。一定会的。发生这件事之后，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再住在这里，可我想多陪陪爸爸。我已经失去了妈妈，我不想再失去爸爸。你想的太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欣婷，你在收拾啊？我爸失踪2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虽然叶玲说这是第一案发现场，不能随便翻动，可是我爸素来喜欢干净，尤其是书房中的地，所以我想帮他收拾一下。啊，那我现在不动了。没关系，你也是一番好意嘛，我帮你吧。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真凶是他？可是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啊。他又是怎样从密室逃脱的呢？至此，诸多谜团依然未解。而对于世界上的众多鬼宅，科学界呢也一直是有一种说法——磁场论。据说呀，在众多所谓鬼宅的调查中呢，科研人员都检测到了屋内有磁场的存在。而我们的脑波其实就是一种微电流，这种磁场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脑波，使我们大脑中产生幻觉。而当面对这种幻象的时候呢，我们在潜意识当中又会不自然地和曾经的人和事件联系起来，因此就造成了鬼魂之说。但其实世界上哪来的鬼怪呢？鬼啊，只是在我们的心中罢了。这么一大早，他去干嘛呀？从来没见过他早起。怎么样？盯着杯子看了一上午了，有什么发现吗？凶手给咱们下的药，没有下在饭菜里，也没有下在果汁里，而是下在了纸杯上。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凶手如果是个外来人的话，那他把药下在饭菜里或者果汁里，那会不会更容易一些，更方便一些？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药涂在一个个纸杯上？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把药涂在纸杯上，对他更有利。
能够避开嫌疑。什么意思啊？涂在纸杯上就能避开嫌疑，下在饭菜里或者果汁里就避不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真为你的智商着急。咱们一直在死胡同里走不出来，那是因为咱们一直认为凶手可能是个外人，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用了纸杯，而且都昏迷了。这正是凶手的障眼法。简而言之，这个凶手一定就在这几个人之中。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凶手就在这间别墅里？那目标不就锁定在李欣婷、李刚还有刘晓慧3个人身上吗？那如果他们3个之中有一个是凶手的话，那个人肯定没有喝下果汁，才有机会绑走李叔叔的。那他是用什么办法瞒过大家的呢？我记得当时所有人都拿了纸杯喝了果汁啊。就算是有一个纸杯没有涂上安眠药，那凶手是怎么辨别出来的呢？难不成是他当着我们的面假装喝果汁？这样也不对呀，那太明显了，一看就看出来了。我觉得凶手还是一个外人。这剩下的7个纸杯都有安眠药，凶手是怎么使自己不喝下安眠药的呢？谢谢。您不用了，我有点不舒服，先吃点菜。你先给自个儿倒吧。慢着，搞不好这事就是这样。果然有喝下安眠药还不被察觉的办法。如果使用这种手法，就不会有人认为不自然。凶手也切切实实的没有喝下安眠药，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他。凶手已经显现出来，他已经有口难辩，可是还有一个最大的谜题没有解开。我们几次看到鬼魅现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底是如何瞬间消失的？我们都知道呢，很多魔术师会拿出3个杯子，往其中的一个杯子里放入硬币，然后扣上杯子，不断的调换位置，让人们无法猜出硬币藏在哪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障眼法。此时呢，凶手将涂有安眠药的杯子发给别人，似乎和这种障眼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这个人是谁？他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当时在李文启的房间看到了，就马上跑上去了。那么短的时间，他怎么消失的呢？叶记者，我在这儿了。大记者又在思考事情了，想什么呢？想这么入神，连我在哪边都分不清楚。你打了我右边一下，我第一反应就是你在我右边啊。我打了你右边一下，可是我在你的左边，我把大记者都搞糊涂了。这么说，我比记者都聪明了。你最聪明了。你以为我在左边，但其实我在右边。左边右边搞糊涂了。叶记者，你怎么了？难道要吃早饭了？我过来叫你吃早饭的。原来是这样。就算是这样，我们是怎么看到的？叶记者，你怎么了？对面玻璃上的光晃了我眼睛一下。蓝天，那不是……刘晓慧原来说的是真的。叶记者，叶记者。哦，小慧，欣婷在哪儿？婷婷啊，一大早就出门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那你有没有李家地形结构图？这个还真有，在仓库里，我去给你拿。好，走。
亲爱的，想我了吧？哎呦，我也想你，宝贝儿。叶记者，我去给你拿一下图纸。叶记者，找到了，给你。谢谢，不用了。凶手是他，那李叔叔也一定是他带走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怎么从这儿出来？我告诉你，我已经搞清楚了鬼魅瞬间消失的原理，但是我还没有清楚动机。动机？我告诉你。婷婷，你可回来了！叶记者和蓝记者等你半天了，说找你有事儿。哦，你俩也在呢？怎么回事啊？二位记者在客厅等着咱们呢，咱们赶紧去看看吧，说不定他们已经解开真相了。行。婷婷，那这鬼就是他，我上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真的有吊死鬼。可恶！走，看看去。消失了，这一切都消失了，跟那天的情景一样。我们一跑过来，就全都消失了。这肯定是鬼啊！只有鬼才有这样的速度。别害怕，是我。叶记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吓到大家了。其实刚才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还原了一下当时的鬼魅现场。其实这么多天以来，我们看到的鬼魅事件，都是有人用了跟我一样的手法。我在制造现场的时候，一步都没有踏入这个地方，凶手就在我们之间。什么？不会吧？没错，那个人还给我们下了安眠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带走了李叔叔。你说的是真的？那我爸爸在哪儿？等等，叶记者，你刚才说你在这儿做实验。那个吊死鬼是怎么在瞬间消失的呢？大家跟我来。我们看到的鬼魅事件发生的现场，其实不在走廊里，而是在这间屋子里。储藏室啊！大家好好看看这个，别害怕。人偶啊，无聊。这怎么是人偶？没错，就是人偶。其实我们接二连三看到的鬼魅事件，就是有人利用人偶做出来的恶作剧，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产生了幻觉，以为看到的景象就是真实的尸体。其实凶手布置现场就在这个屋子里。可是从院子里看不到这儿啊。谁？是我。都这时候了，还开什么玩笑啊？你以为蓝天在你左边，其实蓝天在你右边。有时候我们连左右都会搞混，何况真相？我们看到的真相其实是被人加工以后的假象。什么左边右边真不真相的？你快点揭开谜底吧。谜底就是这个镜子。镜子。凶手伪造现场，把我们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其实利用的工具就是这面镜子。没错，我们从外边的玻璃往里边看，确实看不见这间屋子，可是我们能看到走廊。
如果在走廊里边斜放一面镜子的话，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就会看到这间屋子里边的景象。如果在外边看上去，就好像是真实发生在走廊里的一样。头2次看到的鬼魅现象都是凶手提前布置好的，凶手提前在这个屋子里边布置好现场，然后把镜子斜放在走廊里边。当我们在外边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马上就会冲进来。他在利用我们跑过来和开门的时间撤走镜子，然后自己把储藏室的门关上。在趁我们分析案情的时候，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出现在我们身后。在趁我们大家都散去的时候，他在清理掉这个房间的现场。其实第2次我们在李叔叔房间看见鬼，原理也是一样的。他在2楼的某一个房间布置了现场。凶手特别聪明，他对我们的心理分析的也非常准。他还故意在李叔叔的房间留下错误的线索，误导我们，让我们误以为是外人所为。我们还差一点给他做了不在场的证明。不过现在一切的真相大白了。凶手到底是谁？制造一系列鬼魅事件的人就是他，李刚。你说这一切都是我做的？你开什么玩笑啊！哎，你们大家别忘了，每次鬼魅出现，我都和大家在一起。说我做的好，如果我是凶手，那请你告诉我，我是什么时候有机会做这些的啊？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每次李刚出现的时候，都是跟我们一起吗？他总会晚一些。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是不是也听到叫声了？好像是小慧的叫声。我们也看到了，吊死鬼，就像小慧说的那样。不可能吧？你们一个人是不是眼睛都有毛病啊？李叔房间钥匙呢？在我妈房间里，快去拿。啊，好。我说你们这是闹哪出啊？那是因为每次我都刚好有事儿。每次都有事儿，这不是太巧了？不会啊，我记得当时我在2楼拖地，正好拖到李大哥门口。听到他在打电话，可能是因为他在打电话，所以才晚到的吧？对呀，对呀，我当时是在打电话，上次我还特意给你看了通话记录，对吧？你怎么还怀疑我呀？你有病吧你？我们确实看了你的通话记录，也确实看到了你在打电话，但这并不能就证明你是清白的。小慧，李刚打电话之前他在干嘛？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好拖到他房门口，听到他在听音乐，紧接着电话响了，他就开始打电话。好，我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小慧，那天听见的音乐是这个吧？是，就是这首。大家安静，仔细听。喂，亲爱的，想我了吧？哎呦，我也想你，宝贝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小慧，那天晚上听见李刚在打电话，应该就是这个吧？好像是，我不敢确定了。我已经可以确定了，小慧那天晚上听见的李刚在打电话，就是这个录音。当时李刚在布置鬼魅的现场。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录音，那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知道每天晚上9点以后，小慧都去清理2楼的走廊，他故意放这个录音给小慧听，好给他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撇清他的关系，让大家不会怀疑他。哥，真是你啊！叶记者，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我录音怎么了？我这人就有这么一个癖好，就喜欢打电话时候录音，回头自己听着玩，你管得着吗？要是这也能当成证据，我想全天下人都会笑掉大牙了。你不承认也可以，可能这个证据确实有一点牵强，可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你看一眼这个号码，这是百合的吧？你怎么能？很奇怪吧？我们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号码？忘记告诉你了，我们的蓝记者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查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小儿科。当时我们看到你的通话记录之后，就找到了这个号码，打了过去。
结果打了半天都是关机的。我们就查了这个号码背后的用户名，显示是李刚。李刚，你给我们解释一下，第2次鬼魅事件发生之前，你为什么好端端的自己给自己打电话呢？是，我不否认百合的用户信息是我的，那是因为我买这张卡的时候注册的是我的信息啊。可这张卡一直是百合用着的，这无可厚非吧？我们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那倒是拿出证据来呀！血口喷人可不好。对了，我倒要问问你们了，昨天晚上是不是咱们大家伙一起被下了药，一起晕倒了？是不是？如果我要是凶手的话，我至于傻到自己给自己下药吗？这就是你的聪明之处，李刚。你表面上看起来不可一世的样子，但其实都是装出来的。你这个人可以说是心细如尘，你把一切都布置得很周密，但是你还是有漏洞。说了这么多，都口渴了，喝点水吧。来，大家都拿一个杯子吧。大家都有水了吧？是啊。大家看看手中的水，变成血的那个就是凶手。血？看吧，水已经指出了你是凶手，赖不掉了吧？你这是诬陷！你之前在我杯子里下东西了。我们是如何提前往你杯子里面放东西的？大家都是随机拿的，我们怎么知道你要拿哪个？总之这就是栽赃。你确定我们是栽赃？那是因为你很熟悉这个手法，不是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蓝天？没错，李刚的杯子里我提前加了点料，我预先算好了人数，在李刚即将拿走的杯子里放了一种遇水即红的化学药品。李刚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来为自己洗脱嫌疑，他的头脑确实不简单。昨天他和咱们一样，吃了饭，用了纸杯，喝了果汁，警方也确实验出安眠药就涂在纸杯上，但是李刚也确实没有喝下安眠药。这怎么可能呢？一共只有12个纸杯，咱们4个用的，还有剩下的7个都涂了安眠药，唯独李刚拿的没有涂。怎么可能啊？昨天咱们都是随手拿的杯子喝果汁儿，如果哥是凶手的话，他怎么能抽到这个不涂安眠药的呢？没有涂安眠药的杯子是从上面数第5个，5个人当中，自然是最后一个拿走杯子的不必喝下安眠药。大家可以想一下，昨天晚上第5个杯子是谁拿走的？哥，真的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不可能啊！如果当时不是我发的杯子，是大家随机抽取的话，那他就不一定拿到没有下药的杯子了呀。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会去找借口拿最后一个杯子的。李刚，你的伎俩都被我们看穿了。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证据。叶记者，男记者，如果说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证据，那么我就要说你们俩才是凶手，因为你们俩知道我是最后一个拿纸杯的，所以你们俩故意搞出这么一套安眠药理论，嫁祸给我。高啊，真是好一个脱身妙计。如果你不服的话，有一个人可以指证你就是凶手。谁呀？谁呀？李文琪，李叔。蓝记者，我说你是不是脑积水啊？我叔叔失踪了。啊？你让他来指证我呀？你把他变出来来指证我呀？不用。李叔在被抓走之前已经告诉大家谁是凶手了。李叔喜欢听音乐，喜欢看书。虽然他行动不便，但是他也要保证每天有50页左右的阅读量。
李叔在被抓走之前，就是看到这本书。那又怎么样呢？新婷说过，李叔虽然行动不便，但是翻书的能力还是有的。我想李叔在被抓走之前挣扎过，所以才能把书籍弄得那么乱。李叔趁凶手不注意，在这本书的末页写了一个“刚”字，李刚的“刚”左半部分。李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好，说得好啊，蓝记者，你说的这个故事非常动听，但是你单凭一个字就指证我是凶手，这太难服众了吧？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样？你到底把我爸藏哪了？你说呀你！疯女人，这里是我家，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对我指手画脚。李刚，你不用狡辩了，现在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你是凶手。叶记者，蓝记者，你们讲的这个故事非常动听，也很好玩，但是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们要是说不出来的话，那你们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都是对我的人身攻击，我是可以告你们的。动机？动机嘛，说呀，说呀，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就赶紧给我赔个礼，道个歉，我还能考虑不告你。刚才的事情合情合理，证据确凿，你是赖不掉的。你要非要一个动机的话，那好，我给你一个动机。虽然李家没落了，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是一个大宝藏，这也说不定。那天晚上，我无意间发现李刚。谁？一开始我就怀疑你目的不纯。当我发现书房里的保险箱时，我就更加确定了你有所企图。我试着解开密码，但是我发现这个保险箱被人打开过。我想这里面的东西一定是被你拿走了吧？哎，这可不是我拿的啊！那个保险箱里面还有一个小保险箱，那个保险箱的密码更为复杂，根本不可能轻易破解。你这是不打自招了？我想，正是因为第二个保险箱密码你解不开，才绑走了李文启。这个地形图是我在你房间里发现的。你寻找这个保险箱已经找了很久了吧？这张字母表也是我在你房间里发现的。我想可能是你看到了新婷和李叔的交流方法，才弄出这个字母表，想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逼问李叔密码是多少。你先说吧，我倒要看你还知道多少。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算计好了所有步骤，一切鬼魅事件只不过是你一个做掩饰的借口。你想，等你抓走李叔以后，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过都推到了鬼身上。不止如此，他一开始利用孟然的照片制造出见鬼的假象，也是为了绑走李叔叔，然后嫁祸给鬼。后来被我跟蓝天识破了，你又想出了第二条计划，你弄出了一个吊死鬼。后来当我们所有人都怀疑是外人所为的时候，你又制造假象，把责任推到外人身上。你一切都布置得很周密，但最后还是露出了破绽。哎呀，果然厉害！想不到精心计划1个多月的事儿，被你短短几天就给识破了。不愧是记者。原来你回来就是为了找出家里的宝藏。这个先不说，你到底把我爸给藏哪儿了？你呀，用不着说这个。总之我问不出密码来，我是不会把我叔送回家来的。你也说过，第二个保险箱密码极为复杂，
如果说这个密码不单纯是字母组成的，就算你问到明年，也问不出结果来。不如这样，你把李叔接回来，我可以试着替你解除密码。你行吗？行不行，试过才知道。其实你不告诉我，我也能把李叔找回来。我只要查看你车里的导航，看看你今天都去哪儿了，一样。好吧，事已至此，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这就带你去把我叔叔接回来。但是你要说话算话，帮我解开第2个密码。先把人接回来再说。我叔就在这屋里。我爸呢？李刚，我爸呢？不可能啊！我叔刚才就在这儿呢。你还想撒谎到什么时候？你这么对待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你还有良心吗你？你别激动。李刚，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们都怀疑我是吧？我没撒谎，我真的没撒谎。这屋子是我为我叔特地租的，我走之前他还在呢。这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李叔叔突然失踪了，这怎么回事呢？你觉得谁干的？李刚并没有说谎，只不过有人捷足先登，把李叔给带走了。我现在越来越好奇，李家到底有什么惊人的大秘密？那么多人想要得到他，可是没道理啊！谁会早一步找到李叔的所在？难道有人先咱们一步识破了李刚的阴谋，暗中跟踪李刚，把李叔给劫走了？想不通啊！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喂，张医生，真的吗？好，我马上赶过去。怎么了？张医生来电话说我妈她有知觉了，她手指动了。真的？真是天大的好事，赶紧去吧。张医生，我妈真的能动了，对不对？她快醒了，是不是？出去说。张医生，你快跟我说说我妈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快醒了？你别急，是这样的，我已经连续2次发现你妈妈的手指抽动，这是很好的现象，这说明她身体各部分机能正在慢慢恢复、慢慢生长。那她什么时候会醒？这个还不好说，不过总算是进一步了，不是吗？我们医院打算针对你妈妈的情况推出一套新型的治疗方案，只要治疗得当，我相信你妈妈醒过来只是时间的问题。太好了。不过新型的治疗方案技术和药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你的负担可能会有点重。没关系，只要我妈能醒，我多重的负担都无所谓。那好，你先去看看你妈妈，我把同意书拟好，你在上面签个字，我们就可以对你妈妈实施新型的治疗方案了。好。我妈妈很快就会醒过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为了老妈，一切都值得。哎妈，小心点啊！你觉得好点吗？放心吧，妈没事儿。妈，你就好好治病吧，放心，家里一切都好，我爸也好。婷婷，听妈的话，以后别再管妈了。妈不想因为我耽误了你的青春。坦白说，知道杨玉茹进去蹲监狱以后，我非但没有觉得大快人心，反而觉得很失落。
算了，多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吧。孩子，以后好好生活，别再管我了啊！妈，您说什么呢？您是我妈，我不管您，谁管您啊？您放心，我一定会从我爸口中问出真相，我一定会救您。孩子，听妈的话啊！好的，那下周我们就对你妈妈实施新型的治疗方案，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款项结清就行了。好的。哦，对了，张医生，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刚才我在走廊里边遇到了我的好朋友李欣婷，我看到她妈妈好像是生病了，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就是306病房的那个。哦，安平女士啊，她女儿特别孝顺，她住院2个多月了，她女儿天天来看她，她得的是肝癌，除非换肝，否则撑不过今年。什么？你说你在医院看到了欣婷？欣婷管一个陌生女人叫妈，而且这个陌生女人得了肝癌？不是，你确定你现在是清醒的吗？我当然清醒啊，我亲眼所见的。我告诉你，这个李欣婷绝对有秘密，而且我看她的表情，听她的语气，我觉得她知道李叔叔在哪儿。我大胆猜想一下，会不会是她把李叔叔带走的？我知道这种想法很匪夷所思，但是我亲眼所见啊，而且我还知道那个女人叫安平，要不然查一下吧。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当时我还以为那张医院的账单是李叔的，后来我一想，李叔早就不住院了呀，而且他后来看病都是请的私人医生。赶快去查一下吧。走。这个安平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李欣婷要叫她妈妈呢？还有，安平跟杨玉茹有什么过节啊？他们2个好像有什么血海深仇似的。我觉得啊，李欣婷的身份很不简单。行了，别吵了。有了。2位大记者，又叫我们来干什么呀？我都说了，我叔叔不是我藏起来的，你们还有什么可问的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着我叔。你别着急，我们已经找到他了。啊？找着了？人呢？要想找到他，得先找到把他藏起来的那个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你们已经知道是谁劫走我叔的是吗？这个结果我们也感到很意外，还是让他自己说吧。你就说吧，到底是谁劫走我叔的呀？欣婷，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藏起来你父亲？叶记者，你说什么呢？你不说，还是我来说吧。这个事情要从20年前说起。20年前有一对闺蜜，叫安平和杨玉茹。安平当时有一个青年才俊的男朋友，叫做李文启。后来杨玉茹横刀夺爱，闺蜜变仇人。安平在跟李文启分手以后，发现自己怀了孩子，同时杨玉茹也怀孕了。后来安平不忍心放弃这个孩子，就把他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李欣婷。等等，那个什么平，在20年前跟我叔叔好过，我能理解。你说她怀了我叔叔的孩子，我勉强也能接受。可你说那个女人的孩子就是李欣婷，就我面前这人，甭开玩笑了。她要是那个女人的孩子，那杨玉茹的孩子呢？杨玉茹的孩子出生以后不久，不是得了一场重病吗？李文启带着孩子去到国外半年，到处求医。我想那个时候那个孩子已经夭折了吧？
李文启不愿意看到杨玉茹伤心，于是就把安平的孩子带了回来。所以，杨玉茹的孩子，也就是杨玉茹和于连海的孩子，早在出生后不久就死了吧。而李欣婷是李文启和安平的孩子，李欣婷确实是李文启的骨肉。如果李欣婷要是我叔叔的女儿，她理应能分到财产啊，她干嘛还要把我叔叔藏起来啊？还有，她什么时候从出租屋把我叔叔藏起来的？其实这件事背后有一个孝女的故事。欣婷，是你说还是我来说？算了，还是我来说吧。我的确是安平的女儿，叶玲已经说的8九不离十。2个月前，也就是我刚回国不久，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妇女总是在我们家门口转来转去，直到有一天，她拉住我，告诉我，说她是我的亲生母亲。对，我当时也像你们一样，非常的震惊。直到她向我说明一切，我才开始慢慢接受她。20年前，不是她不想要我，而是她养不起我。她觉得我只有在李家才会生活得更好，所以当我爸爸去向她要我，她才忍痛把我给了我爸爸。可是现在，我的亲生母亲得了肝癌，我实在掏不起这一大笔昂贵的治疗费。但是，我知道李家有一个大秘密，就在我爸爸书房的保险柜内。我以为我只要打开保险柜，就可以拿出里边的钱去救我妈妈。可是我想尽了办法，就是打不开。后来我哥哥回来，我渐渐地发现了他的目的。后来，我哥哥实施了一系列诡异的手段。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直到他把我爸爸藏起来，我悄悄地跟出去，记下了地址。等我哥哥从出租屋出来的时候，我转移了我爸。你说什么？你一直都知道是我？哦，你不动声色啊，就利用我是吗？这样所有的事都发生了以后，所有的矛头指向我，你却渔翁得利。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行，你少假惺惺的，你心机够重的呀！啊，我婶儿，我说杨玉茹，20年啊，把你当亲生闺女，到最后为了保护你，还蹲班房去了。你呢，背着他认了别人当妈了，还惦着把我们李家的钱卷走。你白眼狼！李刚，我想你误会欣婷了。对于杨玉茹，其实欣婷一直觉得很有负罪感。是我害了我妈妈，是我拖累了她。我想欣婷当时说的话都有弦外之音吧。她说她对不起杨玉茹，是她拖累了杨玉茹。我想她的意思是说，如果她早点把她的身世告诉杨玉茹，早点告诉她她已经跟安平相认了，也许杨玉茹发现张亮的时候就不会走极端做傻事，也许就不会触犯法律了。行了，别煽情了，快说吧，把我叔叔藏哪儿了？在酒店里。别磨蹭了，把我叔叔接回来啊！叶玲，打120。爸，对不起，你要尽快好起来，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爸，李先生已经脱离危险了，不过他有自杀的倾向，心理疾病比身体上的病痛更为严重，要提醒欣婷注意啊。一定
定是因为李刚和李欣婷2个人前后夹击，反复追问他保险箱的密码，他才会有轻生的念头的。各有各的苦衷，希望他们一家子以后能够和和气气的在一起。太谢谢你们2位了，我爸明天就能出院了。我跟我爸说了你们2位来帮忙的事儿，他挺高兴的，还把保险箱的密码告诉了我。我爸告诉我，保险箱里确实有秘密，但不是什么财宝。他还叮嘱我，说让我把里边的东西交给你。交给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得听他的话。我爸这保险柜怎么打开了？怎么什么都没了？东西拿到了吗？老板，对不起。没用的东西。老板，我差一点就得手了，可是突然杀出了一个神秘女郎，我不是她的对手，光盘就被她拿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难道是他？难道他还活着？为了保险箱内的财物勾心斗角、亲人反目，看到这一幕一幕，我不禁想问：难道说金钱的魔力就真的那么大吗？的确，钱可以为我们带来纸醉金迷的生活，得到无穷无尽的享受，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亲情远远比金钱更可贵。因为当我们遭遇挫折、面临危难的时候，能够站在我们身边的就是自己的亲人。